想象一下，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喜剧俱乐部，而你正是那个讲着最冷笑话却浑然不知的喜剧演员。我们都在追求所谓的开悟，这成了灵性圈最热门的 KPI。但问题是，你越是用力想要自我消融，宇宙的笑声就越大。为什么？我们把自己打扮成灵性超市的精明购物者，我们挑选静心课程，购买颂钵，累积脉轮净化点数，就像在玩一场名为开悟的 RPG 游戏。我们深信，只要累积足够的经验值，那个叫做自我的大魔王就会被我们消灭。这就是黑色幽默的起点。你用来消灭自我的那个东西，恰恰就是自我本身。你想想，是谁想要开悟？是谁觉得现在的自己不够好？是谁在计划着一场完美的自我消融？没错，就是那个你想摆脱的我。这就像一只狗，无比认真，甚至带着神圣的使命感在追逐自己的尾巴。驮跑得气喘吁吁，甚至以为只要速度够快，就能抓住那个逃避驮的真理。但宇宙在旁边看着，只觉得这是一场荒谬的默剧。自我是一个最狡猾的魔术师。当你说我要放下自我时，自我只是换了一件名为灵性修行者的长袍，继续坐在王座上。他甚至会因为自己非常不执着而感到一种隐秘的骄傲。这是最高级的伪装。所以，你越是用力，那赌名为我的墙就越厚实。因为用力本身就是一种抗拒，一种对当下状态的不满。而抗拒正是喂养自我最好的养分。你以为你在凿墙，其实你是在不断地为它添砖加瓦。我们把开悟变成了一个世俗的目标，就像买房、升职一样。我们设定 KPI， 每天冥想2小时，只吃纯素，绝不生气。如果没做到，自我就会跳出来谴责你。看吧，你不但没开悟，还多了一个失败的修行者的身份。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一切更显得滑稽。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是真正独立存在的。所谓的实体，不过是概率波的坍缩。你拼命想要消灭的那个自我，本来就只是一个幻影，一个大脑产生的神经信号集合。观察者效应表明，观察行为本身会改变被观察的事物。当你用自我去观察自我，并试图消除它时，你只是在创造一个无穷回圈的干涉图文。你无法用刀切断刀本身，也无法用眼球看到眼球自己。全息宇宙理论认为，宇宙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了整体的资讯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你从未与宇宙分离过。你就是宇宙本身的一个全息碎片。一个海浪需要多么努力，才能消融并意识到自己是海洋？神经科学发现，自我不过是大脑预设模式网络 DMN 的活动。它是一个说故事的机器，不断地编织着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叙事。当你努力去开悟时，这台机器只是切换了一个新的频道，叫做灵性成长频道，继续喋喋不休。这就是一个系统性的语法错误。你试图用产生问题的同一个意识层次去解决这个问题。爱因斯坦说过，这是行不通的。这就像你想用拖把把地板上的影子擦掉，越擦越累，影子却始终都在。在古印度的智慧中，这一切被称为利拉 （Lila）， 也就是神圣的游戏。梵天，也就是宇宙的终极意识，为了不那么无聊，把自己分裂成无数个碎片，玩起了捉迷藏。而你就是那个忘记了自己是谁的碎片。宇宙在跟你开一个巨大的玩笑。你是一个演员，入戏太深，以至于在舞台上为角色的悲惨命运痛哭流涕，甚至想要在舞台上寻找逃生出口。
导演在台下看着，觉得这出喜剧简直是绝了。我们就像那只在水中捞月的猴子，月亮本来就高高挂在天上，从未掉进水里，但我们执着于水中的倒影，拼命伸手去捞，每次搅动水面，倒影就破碎了。你越是用力，水面就越浑浊，真理就离你越远。宇宙的幽默在于，你渴望成为的东西，你已经是了。你想要体验合一，但你从未分离。你就像一个戴着眼镜满屋子找眼镜的人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宇宙看着你，除了笑，还能做什么呢？那些最严肃的求道者，往往是最滑稽的。他们眉头紧锁，步履沈重，仿佛背负着拯救全人类灵魂的重担。他们拒绝了生活的乐趣，认为那是幻想，却不知道他们对开悟的执着才是最大的幻想。开悟不是一个动词，不是一个你可以做到的事情。你不能做出放松，你不能努力去入睡。你越是命令自己睡着，你就越清醒。自我消融也是一样，它是努力的终结，而不是努力的结果。那么，难道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这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。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微妙的做。真正的修行是看清这个笑话的本质，是觉察到那个正在拼命想要改变现状的自己，然后给他一个慈悲的微笑。臣服不是举白旗投降，而是认识到根本没有战争。你不需要对抗你的小我，你只需要看透它的虚幻。就像你不需要对抗房间里的黑暗，你只需要开灯。光明出现时，黑暗并不是被消灭了，它只是本来就不存在实体。当你终于看清这一切的荒谬，当你意识到你一直试图抵达的终点就是你出发的起点时，你会体验到一种深刻的放松。你可能会突然大笑起来，这就是禅宗里常说的豁然开朗。这笑声就是自我崩塌的声音。你不再需要装作神圣，不再需要刻意维持平静。你可以生气，可以悲伤，可以在红尘中打滚，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只是神圣游戏的一部分。角色依然在台上演出，但演员已经醒了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因为打坐腿麻而懊恼，或者因为忍不住发脾气而自责没有修行时，停下来，不要评判那个评判者，听一听宇宙的笑声，那是充满慈悲的笑，他在对你说：别太当真了，亲爱的，这只是一场梦。这就是最大的恩典，你无处可去，你也无需改变，你本来就是完美的。放松你的眉头，放下你的灵性 KPI。在这场名为利拉的游戏中，最好的玩法就是带着微笑，享受这场黑色幽默。